可找到你了，小常啊！啊，坐。哎，好。哟，大哥在呢。哎呀，我早就想过来看看大姐，可是又怕影响大姐休息。怎么样，恢复的挺好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啊，那大夫怎么说？什么时候出院呢？大夫说还要休养几天。啊，哎呀，是得多休息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也得注意休息啊。我看您这脸色可不太好啊。那您要有事您就先忙去吧，我陪大姐说说话。你怎么还不给我去买吃的呀？还磨蹭什么？哟，还没吃饭呢。医院门口有一家酸辣粉不错，您去那儿买吧。我都饿了，你快去买吧。快去呀！哎呦，大姐呀，我可想您了。你是听大梅说的吧？嗯，他怕那个长舌头啊要起什么乱子。哦，他说的是那个李梦竹。你后来又跟那个李梦竹谈过吗？我跟那个孩子谈过，但听出来他对许光明还是真的有点感情的，所以不至于是骗。是吗？他说他会真心对婷婷好的，我也希望他将来跟许光明结婚以后，婷婷也可以慢慢接受他。也许啊，就是在你面前装装样子，看你呢会不会上当。不会吧？其实只要有人对婷婷好，我自己无所谓。不过，万一这事是真的，婷婷恐怕就真的回不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我还奇怪呢，平常看您身体挺好的，怎么一下就住院了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大姐呀，我说这话呀，您可能不爱听。你们家那个婷婷啊，不是省油的灯，看着文文静静挺老实的，实际呀，哎，我可是受了她好几回罪了。怎么了？您看我这手腕，去年骨折了，你摸摸，这骨头现在还歪着呢，就是你们家婷婷闹的。是吗？我们居委会啊搞活动，我站在台上讲话，她一把就把我推一个大跟头，当时咔嚓一声。为什么？闲的呗。哦，还有一回，我去婷婷她姥姥家看她姥姥，也是婷婷，她明明知道我呀对蚂蚁过敏，哎，她故意逮了蚂蚁往我身上扔，哎呦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救护车呀把我拉到医院，抢救了3天呢，才保住我这条命。是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我还能骗你啊？哎，就是这家医院，我病历还留着呢。不信呐，回去问您儿子。哎呦，这孩子！哎呀，行了，我这呀随便跟您说说，还能怎么样啊？他把您这亲奶奶都气得住进医院了，我一个非亲非故的，还计较那么多干嘛呀？其实要我说呀，这事儿不能怪孩子，要怪呀得怪大人。婷婷变成这样啊，全是他姥姥教的。你认识他姥姥？啊，我跟他姥姥是老街坊，怎么能不认识啊？那你说说，婷婷，他姥姥平时怎么教她的？哎，这俗话说呀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孙女儿从小就是他姥姥带大的，跟着他能学什么好啊？大姐，我跟你说啊，婷婷她姥姥这个人呐，有一个特别大的能耐，那就是能装，装厚道，装好人。哎呦，那装的啊，没有比她会装，没有比她会演的了。可是那骨子里呢，那心眼儿啊，比针鼻儿还小，属于阴坏。这人吧，其实
不应该背后说他坏话哈。可是，你说说，没关系的。我想象啊，婷婷姥姥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是大姐呀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您被他骗得滴溜转呐。他怎么骗我？我都不认识他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大姐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告诉我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我儿子说，他和他的女儿到外地去了。真的吗？你儿子这么说的？我儿子真这样说的。哎呦，真走了。大姐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说清楚了，他到底怎么骗我了？大姐，您真让我说呀？说。哎呦，大姐呀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别把话说到一半呢。他到底怎么骗我了？赶紧说啊！我要是说了，您儿子会恨我的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告诉我，他到底怎么骗我了？他不光骗你，他还串通您儿子一起骗您。光明，婷婷她姥姥，您不单见过，差不多天天见。他就在你们家。就在我们家。你是说？没错儿，他就是你们雇的那个所谓的保姆老齐。她就是许婷婷的亲姥姥。许，怎么了？老齐，别进去，别进去啊！千万别进去。光明，你妈妈情况怎么样？妈，我妈这次可能真的过不去了。老齐，跟婷婷走吧啊！咱们下去谈啊！走走走，下去谈。中午的时候啊，那个姓常的来了，跟他奶奶聊了不一会儿就走了。他走了以后呢，他奶奶的情绪可就激动了，一个劲儿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婷婷的姥姥？”我说：“不是。”后来光明来了，又问光明，光明也说不是。可是后来没办法，就承认了。这下可坏了，急了，说我们大家呢都骗他，怎么劝也不行。这不，那他奶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从下午5点抢救到快10点，现在用机器在维持着。在抢救的过程中呢，出现了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。医生说呢，出现这种情况，那就
对不起啊。